今年的美元相对其他的货币全部都涨，而且涨了很多。到底美元对全世界的股票和债券市场有多大的影响呢？影响汇率的5大因素又是什么呢？今年最稳赚的方法又是什么样？今天给大家准备干货满满，记得留到最后咯。大家好，我是七爸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希望提升大家的投资回报。记得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第一时间会收到我每次视频的上载咯。回到今天的主题，美元今年是非常的强劲，美元指数也就是说相对其他的一篮子的其他的货币来衡量的美元指数今年是涨了接近20%。那么为什么美元会涨这么多呢？给大家科普一下影响一个货币强弱的5大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利差，一个货币的利息相对其他货币的利息中间谁高谁低呢？利息高的话会吸引资金到那里去做存款，利息低的话呢，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吸引了，资金就会离开那个国家的货币，甚至是在那个低息的货币去借款，把借来的款拿到一个利息高的货币的市场去做存款，这个投资活动也叫利差交易 carry trade。 我们看到今年日元弱就是因为利差这个关键，这个利差交易是促使了日元今年疲弱的最大的一个因素。今年美国美联储控制的短债利率或者是市场控制的美国长债利息都是涨了不少，而这个时候日本的央行反而是加大速度去量化宽松，直到日本的利息相对美元来说是低了很多，很多的投资者在日本借了债跑去美国存款，那这个行为当中呢，他们需要抛售日元买美元，使到日元贬值，美金涨上去了。加息会使到那个地方的货币上升，缩表其实也是使到利率上升，使到那个货币上升。那除了利率之外，通胀也会影响一个货币的强弱。在经济学里面有个词叫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购买力指数。那别让这个很难的词吓倒了大家，用一个故事来做个比喻，大家就懂了。假设我是一个外星人到地球来买汉堡包，那我在北京买汉堡包跟纽约买汉堡包应该要是一样的价格，这个汉堡包在中国因为通胀涨上去了，这个时候我可以去美国买汉堡包，我就不买人民币，我买美金，这样的话人民币就会贬值，美金就会涨上去，到最后虽然汉堡包在北京的价格是上升了，但是因为人民币跌了，虽然汉堡包的价格在美国好像没有涨，但是因为美金涨上去了，到最后作为一个外星人来说，两个汉堡包对我来说还是同样的价格。所以当一个地方的通胀上升的话，它的货币就要贬值，这就是经济学里面的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那你说今年的美国的通胀很高啊，为什么美元这么强呢？因为其他地方的通胀可能是更加的高。现在我们看到欧洲和英国他们的通胀是要比美国还要高，这也解释了英镑和欧罗为什么今年相对美元来说是越来越弱。当然欧洲的央行和英国的央行在加息的速度上没有美国那么快，也是英镑和欧罗走弱的另外一个因素。第三个因素就是一个地方的经济，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好的话，对那个地方的货币是有利的。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好的时候，很多的外来的投资者都会跑到那个地方去投资，无论是买他们的股票、债券，或者是去那里设厂买设备，这个时候资金的导入使到那个地方的货币就会强了。那今年呢，中国大陆的经济是放缓了很多，是比全世界其他的地方更早的进入了经济的衰退。人民币今年走弱，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当地的经济不太好。第四个影响货币的就是动乱，无论是打仗的动乱还是金融市场的动乱，这个时候相对安全的货币
比如说美金就会吸引很多的避险资金去那里避险。那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在投资者的眼里来说是一个避险的货币，一旦世界动乱了，像今年的俄乌战争或者是金融的危机，每一次的股灾，每一次有新兴国家的债务违约或者破产，都会导致到美元的上升，最后就是那个国家的信用。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欧债危机的时候，欧罗相对美元是跌了很多，这个时候很多的欧洲国家的信贷评级是被降下来了，这个时候也导致欧罗下降。知道了会影响货币的5大因素了，我们来看一看世界央行和政府如何利用这5大因素来控制他们的汇率。一个国家到底它的货币强好呢，还是弱好？其实呢，这是看情况的。当一个地方它的货币很强的时候，相对来说它的通胀就没有那么高，因为它进口的产品是便宜了。同时呢，它如果有欠外债的话，它的货币上去了，它欠的债变相也就少了。相反来说呢，当一个货币弱的时候，他们生产的成本相对就低了，卖的价格也低了，这时候有利出口，也是帮助振兴经济的一个方法。但是不好的就是他们这个时候会输入通胀，因为他们进口的产品贵了，而且呢，如果他们有欠外债的话，相对外债的价值就提升了，他们欠的债相对是越来越高了。我们知道了货币对一个国家的利弊之后，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今年美元是不断的涨。首先我们看一看美元和日元的关系。在美国来说，他们最希望的是打压通胀，把通胀压下去。在这个时候，美联储已经说过要加息和缩表，这导致了美元涨上去。但相对日本来说呢，日本的经济是低迷了多年，而日本是没有通胀，甚至是有通缩。所以我们看到啊，通胀不一定是坏事，通缩是更惨的。一般来说呢，通胀控制在2% 是最健康的。美国的通胀是太高了，就像一个胖子想减肥，但是日本的通胀是太低了，甚至是通缩，就像一个很瘦的人，他希望要增肥。回顾过去20-30年，日本长时期是在通缩，通缩对它的经济是很不好的。但是平时呢，日元要贬值的话，又会受到美国的压力。在86年的广场协议就是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当时日元是太疲弱了，大量的出口产品到美国，导致美国在86年在广场酒店里召开了会议，叫日本的高官到那里，在那个广场的地方迫使了日本要把它的汇率涨上去。那难得今年呢，美国主要的目的是要打击中国，在这个时候日本找到了难得的机会把日元贬值。所以我们看到日本通过日元贬值把通胀加上去了，到现在日本的通胀是到了2.6到2.8%，很接近2%这个健康的水平。终于这个很瘦的人长到了一个健康的肥胖程度了。另外一点呢，日本也希望弱的日元可以刺激他们的出口，振兴他们的经济。但是这个如意算盘也不是那么容易打的，因为日本在贬值，韩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货币也在贬值。大家看到，如果日元贬值，其他的国家的货币不贬值的话，那日本人会出口很多，其他地方出口会受影响，那其他国家也不愿意把出口的单子全给日本人抢去了，所以韩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货币也同样的贬值。那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和日本他们的公债的利率的差距今年有多少。最新的数据看到，美国和日本的公债利差已经达到了3%，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抛售日元买美元，1年之后美元涨上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如果1年之后我们平仓，再把资金转回到日本，那时候美金相对日元又可能涨了几个百分比，再加上我们刚才所说的利差的3个百分比，这个时候可能就有10%的
投资回报了。你可能说投资回报10%也不是那么多啊，不是那么吸引啊，但是大家要记得，其实在这里啊，我没有用自己的资金，我是借了日元去买美国的公债。当然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人可以是不出任何资本完全去杠杆的，那就要看投资者是谁了。一般来说，这些专业的投资者，他们跟投行有很好的关系的话，基本上他们可以出1块钱借10块钱，杠杆10倍。如果是杠杆10倍的话，那刚才那10%的回报可能就变成100%了。97、98年的时候，当时有个基金叫 LTCM， 因为他们的基金经理都是明星基金经理啊，他们的 reputation 很好，所以当时的投资银行给了他们是50到100倍的杠杆。这家公司最后也是因为它杠杆太大了倒闭了。如果你是做好风险管理的话，那这样的杠杆还是可以把你的回报提升5到10倍的。到了欧洲，无论是欧洲大陆或者是英国呢，他们是比较被动的，他们本地的通胀因为俄乌战争能源的价格上去，所以他们通胀是很高的。我们刚才解释过，在一个高通胀的地方，它的货币贬值要更多，英镑和欧罗相对美金今年也贬值了不少。强美元对股票市场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在这张图看到，美金强的时候美股是弱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美国的公司他们赚的是全世界的钱，当美金强的时候，他们的产品就变得贵了，不利于他们的出口。就算他们还是在全世界赚了钱，全世界的利润折算到美金相对比较弱的，他们的股价就会下跌。但是呢，美金强对其他国家的股市和债市又是不好的。美金强，其他地方的货币弱，同样的逻辑不是应该其他地方的股市强吗？其实不是的，因为其他地方的股市很多的投资者是国际的投资者。当美金强的时候，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些资金从哪里来？其实就是国际的投资者把资金从其他地方的股市和债市抽离，所以这个时候其他国家的股市和债市就变得便宜了。虽然对于价值投资者来说是件好事情，价格便宜了，而当地的企业可能因为货币贬值了，出口会更好了，以后在海外赚的钱转换到当地的利润会更高了。但是因为资金的撤走，他们的股价更加低了，这个时候他们的股票是更加值得买了。但是短期内我们还是会看到他们的股价和债券的价格都会往下跌。大家也要注意到，如果美元是长时期的升值的话，对世界的金融市场会带来很大的震荡。我们回到94年，当时美国的失业率是 5.5%， 略略低于它的6% 的目标，而它的通胀只有 2.6%， 略略高于它的2% 的目标。这个时候美联储就开始加息了，从94年2月4号的 3.25% 涨到了95年2月1号的 6%， 这个导致了日元在1995年的5月5号的低点开始贬值，一直贬值到98、99年的150左右。我们要注意到这当中的时间的 delay。那大家注意一下，美联储是94年2月份开始加息，日元是95年5月开始下跌，而亚洲金融风暴是到了97年7月开始爆发，中间整整有3年的 time delay 时间的延迟。所以今年美国加息，我们中间会有多少的 time delay 呢？这一次又会不会导致再一次像当时的亚洲金融风暴的爆发呢？那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呢？当日元不断在贬值的时候，其他的亚洲国家当时的汇率还是跟美元挂钩的。为什么挂钩呢？因为当时其他的国家要吸引外资去投资，希望是给这些外来投资者降低风险，其中一个风险就是汇率波动的风险。他们觉得如果像香港一样把他们的货币跟美元挂钩之后，就会降低这些外来投资者在汇率上的风险。所以当他们的货币跟美元挂钩，美元不断在涨，日元不断在跌的时候，其实其他亚洲的货币是远远 overvalued， 应该要贬值没有贬值，所以这些亚洲国家的货币是过高了，这使到他们的出口下降，影响了他们的本地的经济，使到这些国家开始过于依赖因为外资的进入而产生的资产泡沫，所谓的 bubble economy
资产泡沫经济，当时以索罗斯为代表的一众对冲基金看准了这个弱点，在97年开始追击这些亚洲的货币。第一个被打垮的是泰铢，一旦泰铢崩溃后，市场恐慌情绪马上上涨。我们刚才有提到过，在一个金融动乱的时期，避险的货币会上涨，这时候美元就上涨得更快了，导致很快的马来西亚的 ringgit、印尼的盾、台币和韩元都是守不住，都一起倒下，也使到整个亚洲的经济进入了一个很大的衰退。而在这场亚洲金融风暴里面，顶得下来是港元。当时香港政府捍卫港元，使到索罗斯和其他做空港元和香港股市的，还在港元保卫战里面遭遇了滑铁卢的败仗，输了一些钱。但是香港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为港币成功的跟美元挂钩了。这个时候香港的利息涨得不得了，而香港的房地产是跌了很多很多。又回到了那个外星人的角度来看，我可以买新加坡的楼，我可以买马来西亚楼，我可以买香港的楼。如果新加坡的货币贬值了，马来西亚货币贬值了，那要不就是香港的货币贬值，但是香港货币没有贬值，香港其他的东西包括香港的楼价要贬值，所以香港货币没贬值，但是楼价从97年到03年整整是跌了70%。70%是什么概念啊？一般来说我们买楼都要借钱，对吧？假设有一个1000万的楼，那我们保守一点，借700万去买一个1000万的楼。当这个1000万的楼跌了70%，跌到只有300万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资产只值300万，但是我们欠银行的款还有700万，我们变成了负400万的负资产。所以当时香港人是好惨好惨。今年美元涨了这么多，全世界货币降了这么多，香港的货币还是跟美元挂钩，贬值贬了不太多。过去一年香港的楼价已经贬值了9% 了，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其他地方的货币也是贬值了9到10% 左右，香港的货币没贬值，楼价跌了9%。香港的朋友今年买楼要考虑到这一点哦。今天我们呢一口气讲了很多的内容，我们马上来总结一下。影响货币有5个因素：利差、经济、通胀、动乱和信用。当利差不断在扩大的时候，一个稳赚的方法就是利差交易。长时期的美金升值可能会带来金融市场的动荡，亚洲金融风暴就是其中一个例子。那看到这里的你，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也欢迎留言分享此视频。大家想探讨多一点的话，也可以参与我星期天晚上8点半的直播。今年是一个关键年，很多黑天鹅也不断的在出现，奇葩宝会在这里为大家紧密的留意市场的发展。大家记得订阅，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更新视频咯。那我们下次再见。